偶像什么都不会，他就是花瓶。对于演戏这件事情，我是没有自信的，我特别社交恐惧。我只要让喜欢的人喜欢我，多了一份承受，总比别人说你幼稚好吧。首先恭喜美琪获得了 BME 音乐盛典年度先锋女歌手大奖。但是你的很多歌曲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类似于犟、有种，都是那种不服输的类型。为什么会选择这类风格的歌曲？我觉得可能跟我本身的性格吧，因为我其实性格本身是很要强的一个人，对，然后自尊心也很强，所以就我骨子里边可能就会有一种，就像我的那个歌一样，就是很犟，对，有的时候的自己的这种自身很犟的这个态度，所以就想给大家，就想告诉大家吧，想告诉大家，对，我们说到专辑啊，就是说这个专辑不同，你也希望通过每一张专辑或者一个 EP 有所改变，那你觉得这张的最特别之处在哪里？它其实是讲，它3首歌它都会有不同的主题，然后第一首歌的话，它其实讲的是一个主心的一个主题，是说关于语言给大家造成的伤害这件事情，就是语言怎么理解？因为语言你既可以伤害一个人，也可以赞美一个人，也可以爱一个人。这让我想到网络暴力。对，就是这个。这个歌其实是结合了一些我所经历到的一些不好的，对于语言上面得到的一些伤害，然后来去写的这个歌。就是有些人他知道你会被语言伤害，但他还是要选择伤害你。所以这个歌也是一方面是想告诉这些人，我可以接受你去说一些不好听的话给我听，但是这个东西已经不再像以前最开始的那个样子，就是一直会留在我心里了，你懂吗？语言其实是最无形的一把武器，伤害别人的武器。它不会去，就是肢体，就是对面对面的一些肢体的冲突。对，它不会跟你有肢体的冲突，但是因为语言让很多人能够陷入到一种抑郁的状态，甚至对。你遭受到的一些非议啊，或者被黑啊，你是如何消化这些情绪的？就不在意就好了。不在意就好了，真的不在意吗？对啊，就是有10条评论里边，有9条全是赞美你的，大家只会去看那1条，就是骂你的、说你的，刺眼的，对，就是最刺眼的那一条，他就会看得一直在看，然后他就会觉得，哎呀，怎么都在骂我，人就会对人就会有这样的心理。但我现在的心态就是，我要去发现那些好的事情，我只看到那些好的，我只能看到那些好的，就是因为如果你的就是视角全部集中在骂你的那些人身上的话，你得过得多难过，你会压抑的，你会抑郁的，对呀，你不可能做到让所有人都喜欢你，做不到的。我只要让我喜欢的人喜欢我就好了。对，我只要让喜欢的人喜欢我，未来可能喜欢我有更多的人喜欢我就好了。对，那就好了，就够了。这次我也是特别荣幸的，就是成为了你新专辑选择的摄影师。你是唯一一位有2次电话沟通，然后去想告诉我你这首歌在写什么，在说什么。你太严谨了，在这上面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我可以做到不严谨，但是有一些东西，就它就像我的底线一样，作品就是我的底线。我希望的是在创作这个作品的过程中，跟这个作品有一切关联的人，我都可以亲自的去接触到，因为我会觉得有的时候，去间接性的传达，会把我本身最想表达的这个东西给打折扣。真正属于我自己的歌曲，我是一定要参与其中的。对。但是实际过程当中，知道你为此付出了很多，一直在修改，一直在修改。对。你现在满意吗？我现在的歌还在调整。还在调整。对，因为马上要发了嘛，但是还在调整。要最后一刻吗？我一般都是到最后一刻，真的就是属于那种，工作人员都在，就是为你捏把汗了，对，都推土机，憋不住了，一直在推到不行了，我都还在改。对，因为我会觉得歌要真的一定要改到最后一刻，
改到我真的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改了。好厉害！前段时间又参加了《蒙面舞王》。对。大家觉得你的舞技在某些程度上更被大家认可，而不是在演唱上面，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？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的。就对于我来说的话，因为我首先给大家看到的更多的东西就是舞蹈，那你被大家这样去说也不意外，对。但是我只是说，我不会去自己亲口告诉大家我能唱，我能唱，我不会的，就是我会用我的方式告诉大家我会唱。就是在工作上，你是让我一个特别有意外的人，因为对于你这样的年纪，我跟你第一次见面是2年前拍广告的一个现场，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是特别少有的一种从容淡定，而且对自己太了解了。我是觉得需要了解自己，对，因为你肯定是最了解，你要成为那个最了解自己的人，你才能够去跟别人表达，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。因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状况是说你想要这个东西，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去说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，那是因为你不足够了解自己。但是很多人可能把工作就是很多问题会留在现场嘛，你不是这样一个人，你不是一个打没有准备仗的人。我的习惯不是这样，对吧？我不准备好的东西我是不会做的。我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定要心里面有底，把最坏的情况都放在前面考虑清楚了之后我再去做的。如果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呢？一般不太会去做，就不做了。对。就是我们在拍某一个单曲的这个照片的时候，我问你，我说眼泪怎么办啊？说那就哭呗，还能怎么办？对啊。这是你直接跟我说的。对啊。对啊，当然要哭啊，不然呢，就是我觉得滴眼药水什么的太假了。就是既然要拍张照片，就是真情流露啊。然后拍的差不多了，你说我这个情绪过去了，我们不拍了，不努力了，没有用了。因为我知道了，我现在，我其实还是可以哭出来的，但是再哭那些眼泪就是假的。就是表演了。对，就是表演，我不想要表演，所以我就才跟你讲说，我们就停止。从15岁就去海外做练习生，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呢？是我自己都没想到的机会。就是一开始公司过来选的时候，因为我的舞蹈老师推荐的，然后一开始呢，我们有6个孩子一起去面试的，然后我就莫名其妙的被面试上。我一开始其实对于演艺圈，对于艺人，我没有任何的概念，我也不追星，我也不去了解这个圈子的任何，然后只是因为从以前小的时候开始就喜欢跳舞，然后就这样被选上，我就从此走上了这条路。在做练习生的时候，你也曾经说过，过着是像炼狱一样的生活。然后在采访里面提到，在冬天在练舞的时候，镜子上都起雾了。其实它是又枯燥又辛苦的，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？当你喜欢一个事情，已经达到了一个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，你都想坚持下来的话，那你是真的喜欢。那这个喜欢是大于这些外在的疲累。对，那些累啊也好，困难也好，阻碍也好，我觉得都不算什么。但是那时候你才10几岁啊。是啊。这对于一般的女孩子来说，这么小的应该是说少女是不能够承受的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我骨子里面就有一种很犟的一个态度嘛。因为你知道我小的时候，我从小可能这跟我家庭，我父母给我的观念也比较有影响。因为我爸当时在我去当练习生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，我们永远支持你的选择，但是你选择了，你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你咬着牙也得给我坚持下来。有没有那么一刻几乎快要坚持不下去？很多。有的时候会特别想家，然后特别想回去。那打个电话呀。但你打个电话的话，我们没有手机，只能在工作人员的办公室里面打。那就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情绪完全释放。是呀，所以而且没有办法向父母倾诉。因为我的性格不是一个会，经常跟父母说，哎，我在外面好累啊，我坚持不下去了呀，我怎么办呀？就我不是一个这样的性格。
你是报喜不报忧的。对，我属于这样的，就是对我属于你说的那样的性格，所以基本上没有特别的跟父母有经常讲过这些话。虽然我爸妈也知道我就是很辛苦什么的，但是我不会经常会讲这些。你现在回过头来再去看这段时光，你觉得对你来说是有收获的吗？其实最想感谢的就是那段时光，对，因为我觉得我虽然少了跟同龄人比起他们，我少了一些自由，少了一些玩耍的时间，但是我觉得也就是因为那段经历，能够让我现在得到这些东西，所以我觉得是值得的，就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成正比的，就是你付出了，你肯定是有回报的，只是这个时间的早与晚。那我们就说到了之前，就是你在韩国宇宙少女出道，你当时就是得知自己出道的那一刻，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？很不容易吧？很不容易，因为当练习生，你最大的愿望就是你能出道，因为你在练习的这个过程中，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时候能出道，你永远都在等，你永远都在等。在练习生的时候，你最希望得到的是认可，因为你能出道就证明你是被认可了，所以你能出道。就是觉得你被认可的这种感觉，其实是挺享受的，还是挺开心的。对，开心的。到了火箭少女的时候，C 位出道，你这个时候有什么想法？我说实话，我也没想到。你也没想到？我真的，我觉得我这一路走来，给我的更多的是惊喜。有一些采访他会问我说：“你觉得你这一段时间的心情是什么？”我就会跟他说，像坐过山车一样，太刺激了。就是你永远都活在意外之中，你知道吗？包括就是大家能够看到我，然后给我山珍大哥这个称号，给我这样的人设标签，然后在大家心目中，原来我留下的印象是这个样子，我都没想到。所以其实不是你自己所预料到的。我在节目上面，舞台我就做好舞台的部分，真人秀就做最真实的自己。我是什么样，我就是什么样。就我当时也对镜头什么的都。没有什么概念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。对啊，是。就是两个出道的过程是不同的，那你自己内心的感受呢？说实话，给我的感受是真的完全不一样，感觉自己像重生了一样。其实因为你知道当我第一次公演的时候，我。到现在我都印象特别深刻，我看到很多支持我的粉丝在台下举着孟美岐的手幅，就是高高举在头上的时候，我看到的时候，我自己内心非常非常感动，就是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在里边这么一直没有白拼，对，默默的努力的去拼这些，真的是没有白费。现在你也开始单飞了，你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？就很多事情都要靠自己。现在出来了之后，就要想我自己要做什么，然后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做，我想怎么做，我自主选择的一个空间会更大嘛。然后我就是有的时候要非常多我自己思考的东西在里面。但你享受多还是痛苦多？痛苦多。真的假的？对呀。那我都松了，我应该是更享受自己的这种状态啊。不啊，因为你如果是很坚定一个东西，你不纠结的话，其实一点痛苦都没有。但你有的时候想法很多，你都想做。但这个时候你只能取舍一个的时候。那我们最后看成果嘛，成果是我自己的，我就那个时候就开心了。对啊，所以就是我也希望自己再果断一点，干脆一点。这样你其实痛苦会更少一点。好的。你认为偶像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？其实，大家给予偶像的这个职业，我会觉得很多时候是一直在被误解的。偶像什么都不会，他就是花瓶，他就是好看，长得好看。就我是觉得，偶像这个东西是，对于我来说是。有传播力，有影响力，而且一定要给大家传递正确的东西的一个职业。你觉得做艺人是孤独的吗？
孤独啊！我之前对啊，我之前就说过，我觉得艺人非常孤独这个职业，因为，怎么说呢？我其实说实话，我是一个社恐，我特别社交恐惧。因为我自己其实性格特别直，然后我就会特别怕我得罪到对方，或者是说了什么让对方不开心的话啊什么的。因为我不喜欢拐弯抹角的去说话，我觉得首先这样子的话我也不会，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很累。因为现在的偶像嘛，其实他的整个工作也是多元的，从一个唱跳歌手啊，你也接触到演戏这个职业，你觉得你这个转变为演员的这条路顺利吗？没有很顺利，没有很顺利，而且我自己的压力是非常大的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因为我本身对于演戏这件事情我是没有自信的，完全没有，因为再怎么看我都是一个业余的，它对我来说就是一挑战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学习的地方也太多了，所以这是难免你会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的。就是也拿到了金扫帚奖，最令人失望的什么女演员这样子的一个评论评价，你那个时候沮丧吗？失落吗？怎么说呢？肯定自己是不希望会有这样的一个奖项，但是你得到了呢，也不意外。我只能说我尽力了，我在我的能力范围里面我尽力了，但是结果出来，还是被很多人不认可的。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情理之中，我也确实在这个方面没有太多的经验。然后你接受批评这件事情是正常的嘛？你好像比这个20出头这个年纪多了一份成熟，你介意这样说吗？不介意啊，我觉得挺好的呀。你看，就像一个10几岁的小孩进到这个圈子里面出了道，他也要懂得在这个圈子里面怎么生存下去。这个跟年龄没有关系，别人不会因为你年龄小我就对你多容忍，对，别人不会，大众也不会因为你年龄小我就不说你2句了，我也不会因为你年龄小去包容你的错误，对，但人不可能不犯错的，那你错了你就勇于的去改正承认，没有什么可避讳的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边，你去被别人说你会多了一份成熟，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。你总比别人说你幼稚好吧，对吧？幼稚有些时候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人好萌啊，好可爱啊。对啊，但是我觉得你要想我如果说我在这个20出头的时候，我少了一点被别人说可爱，就是会有一点。我不喜欢别人说我可爱。真的啊，听到这句话了，我不喜欢说别人说我可爱。这次拍摄呢，选择了拳击手套这样一个道具，他希望它不是一个单薄的、一个脆弱的女性的形象。不能再帮我乱转了啊！我不知道打的这就乱了，给10页。这现在就好，好看，好看吗？好看，美。对，一只手伸出来打我。那我也特别喜欢这个样子，就是女性是有力量的，不是一个片面的人，不是我需要依靠别人的人。我在遇到挫折，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是可以直接出击的。私底下你疏解压力的方式有哪些？哭啊，是这样的，我的情绪呢，是先要这么来，就是生活中会有一些琐碎的压力，我会先囤在肚子里，不会先爆发，囤到不行了，砰，爆发，那我爆发的方式就是哭，嚎啕大哭，哭到就是觉得自己释放完了，哭完了就没了，过去了。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在节目里的时候，我不是有一个视频就在里面嚎啕大哭吗？我来这最重要的东西我都做不好，我说我来这干嘛的？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觉得我没有办法，我要接受自己的一点就是我不是超人。我没有办法同时做那么多事情，我自己最重要的东西我没有精力去做，我反倒去做那些在这个比赛里边
相对来说不是主要的东西。嗯，我说我最重要的东西我都做不好了，我还来这个节目干嘛？我还比赛干嘛？如果现在让你对30岁的自己说句话，你会说什么？哇，30岁的自己啊，还早，还早吧，我还有好几年呢。我其实很期待我30岁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我指的这个样子是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？对，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。而且我对我30岁的一个期许是，我希望我还能像现在一样保持着仅有的一份单纯，在我心里。我最早见到美琪的时候是在拍广告的一个拍摄现场，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她很冷静，也非常的有职业素养。但是后面几次工作，我觉得对她的看法是有转变的。我觉得她是一个很热情、很笃定、有自己想法的一个女孩。她是成熟但不老套，